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今天我们要占卜的课题是你自身的魅力与天赋。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和第4组牌。为了便于区分呢，我放了4张爱的絮语神谕卡，方便大家选择。还是老规矩，大家选择一组和你们联系和感应最强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第1组牌其实很好解，因为我看到选择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其实就是一个小透明，想什么都能被一眼看穿，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但是呢，这就是你们最大的魅力。当我看到这张爱的絮语神谕卡，Be authentic， 你们就是非常真实的做自己，不做作不虚伪。同时呢，你们也讨厌那种做作和虚伪的人。那第2张爱的絮语牌呢是 Simple Acts of Kindness，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很善意，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们愿意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你们都愿意从善意的视角去解读别人的行为。对，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组牌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是很自由的，但是呢，同时你们也是很任性的，因为我看到这张愚人牌，对，你们大胆，喜欢冒险，喜欢探索。那么这张权杖1呢，就说明你们自身呢，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想一出是一出，所以我看到选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你们现在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你们还有好多的愿望没有实现，你们想爱，想吃，想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而这就是你们的特权。其实大家就是看到这里的话，可能觉得这组牌它是为年轻人准备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所以你在一生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像这张愚人牌一样，敢于冒险，敢于任性，这是你们的魅力，同时也是你们的可爱之处。所以解牌解到这里，我其实想到了一首小诗，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还有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源泉在涌流。对，所以说我感觉到了这组牌里边洋溢着的青春的气息。但是青春它并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一个专属词，其实所有的人，只要你身上依然有那种青春的气息，那么你依然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对，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其实你们是很浪漫的，你们是浪漫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觉得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个词语能够非常准确的形容你们，就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对，那么这张女祭司呢，就是你们安静时候的样子，你们可以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你们就可以很专注的单纯的在放松，你们会很安静。而这张权杖呢，就是你们动起来的样子。那我看到这张圣杯10呢，其实我感觉你们自身有一种迷之自信，可能有的事情你们其实完全没有把握，但是你们给人的感觉呢，还是胸有成竹的样子。那我看到了底下的这2张塔罗牌，对，你们也曾经被人欺骗，因为宝剑5它就是欺骗和背叛。你们曾经付出的真诚也没有得到同等的回报，你们也曾经陷入过自闭和怀疑。但是呢，我看到你们并没有永远的困在那个泥潭当中，你们也没有仇恨任何一个人，你们依然选择勇往直前，你们依然还是这张小愚人，你们自身充满了自由和浪漫的气息，你们也依然热爱生活。所以说最后的这张女皇牌，你们拥有非常美好的灵魂，而你们的这个美好的灵魂就是你们最大的魅力，因为重要的东西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得到，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而你们这颗充满善意的心和美好的灵魂是能够被拥有相同频率的人捕捉到的。所以说在今后的时间里，你们身边也会被同样一群善良的人所环绕。那么这组牌它所自身散发出来的魅力呢，其实就是做你们自己。那么这种魅力呢，是最真实的魅力。而当你们在做自己的时候呢，你们就是在完完整整的接纳自己，因为你们拥有一个完整的灵魂。所以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就是美好本身，而你们也值得所有的美好。
对。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的话，我看到第一张牌它就是 Study 啊。首先我看到这张牌的话，你们其实是很善于去学习和反思的，尤其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会首先考虑到自己的问题，对，你们也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别人的一些观点，那这其实都是你们自身的一种特质或者说魅力的体现啊。你们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善于学习的心态能够让你们第一时间发现对方的优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这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对方的优点呢，其实往往能让你们结交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你们会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别人，而且你们也善于反思。但是呢，这种善于反思可能也会变成你们的缺点，对，因为你们总是在发生了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矛盾之后呢，首先会反思自己，有的时候呢，那可能根本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们都会强迫自己去反思，所以这点也能看出来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第二张牌它是 Trust， 对，信任啊，你们的这种我觉得展现出来的特质呢，你们反正会给人一种很真诚的感觉，你们会非常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对。那第三张牌它是 Animals 啊，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动物的，而且小动物也很喜欢你们。那么这张牌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你们自身有很强的这种亲和力，另一方面呢，你们也很友善，非常的有爱心。那么第四张牌它是 Creative Expression， 相信看视频的你们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热爱某种艺术形式，或者说某种艺术表达，或者你们本身从事的就是和艺术教育啊这些有关的相关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的话，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天赋和特质，他们都是你的魅力所在。那么光之工作者的这三张神谕卡，我看到第一张它就是女祭司 Priestess， 对。拥有这张卡的话，其实你们自身是有着超强的感知能力，还有灵性的智慧，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细腻而丰富的世界。那第二张牌呢，它是 Play， 对，从牌面上的意思来解读的话，其实它就是你们的爱好很简单，吃吃喝喝。但是呢，这组牌它的深层解读是你们是很善于去取悦自己的，对，无论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是内向还是外向的性格，你们都很善于去取悦自己，无论是你们和别人玩还是和自己玩，你们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这才是重点。因为我觉得取悦自己它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特质，对，它也是你的魅力之一，因为你能让自己感到开心，其实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不是吗？那这种魅力不是对别人而言的，是对你自己而言的，因为你能让自己开心，你能从心底里边接纳你自己。那第三张牌它是 Trust the Niggle，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这种直觉的感召，或者说直觉会传递给你们一些信息。比如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就会感觉到对方有一些异常啊，你们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直觉带给你们的判断往往是最准确的，而这其实也是你们的天赋，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三张占星卡，第一张它就是创造力，对。那么这张牌也是在说你们自身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我看到了一种敢于打破规则的这种野蛮生长的想象力，对。那么第二张牌它是巨蟹座啊，这是一种温暖而疗愈的力量，或者说是魅力，我相信你们自身的话，你们也是有这种属相这种星座特质它所带来的魅力，就是给人一种很踏实，别人在你身边会感到很安心，或者说你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呢，都会立刻让自己冷静下来，去寻找解决方案。尽管你们的内心非常的慌，但是你们外表看起来还是非常镇定自若的。而且巨蟹座这张牌，我看到你们的性格特质其实有一点怎么说呢，回避吧，对，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你们在感情上很脆弱，也很容易受伤，但是呢，你们不会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说这其实看起来是缺点，但是它是优点，
因为你们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啊，尤其是负面情绪，随意的向他人去发泄，你们会非常注重别人的感受，所以说别人在你们面前，或者说你的朋友和你相处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因为你们会把这种负面能量自己消解掉啊，你们的话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自我觉察的这种能力的。所以我看到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其实还是很经常的去反思自己的，对，你们每天可能都要就是那种吾日三省吾身，反思自己在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哪些地方还可以改进，其实这都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好。只不过呢，在这个生长，就是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往往会忽略掉自己的感受。对，那么第3张占星卡呢，它是双鱼座。对 I believe 这张牌呢，它给我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对，你们的这种性格是比较复杂的，你们内心当中可能说会存在着很多种性格，你们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散发出来的魅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可能你们内心当中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有自卑和骄傲2种情绪，或者说2种状态并存。但是呢，这其实也是你们的魅力，为什么呢？就是你们的自卑其实能让你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就是打心底里边去尊重每一个人。但是呢，你们自身的这种骄傲呢，其实是你们能够保留自身的一种态度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意的突破自己的底线，因为你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这是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骄傲，而这也是你们魅力的体现。所以说我感觉在双鱼座这张牌里边呢，我看到了你们内心当中一些非常丰富的特质它有的特质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对，很纠结很矛盾的这些性格特质，其实这些特质呢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有一点神秘，因为你的朋友可能说跟你相处了很久，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看到一个完整的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在不同的人面前可能会表现出这种不同的状态，包括你们自己呢，其实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发现新的自己。所以说呢，这组的这种你自身所具备的魅力和天赋呢，它所带来的指引，可能你还没有意识到，对，它是根植在你潜意识深处的。你需要通过这些指引，如果你觉得你自身的潜意识里确实是有这些能力或者天赋的话，你要把它们引导出来。那这组视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让你们相信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值得。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第3组牌的话，我看到你们的魅力或者说其中的天赋有一张 speaker， 你是一个非常有表达能力或者说有表达欲望的这样一个人。那么目前你可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赋，或者说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赋，你会发现经常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你的内心当中和你对话。其实在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只不过是在重复内心当中那个微弱的声音，而你其实能够很从容的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与关系。那第2张牌它是 leadership， 领导力那么其实我觉得这种领导力，在我认为的话，你在周围人或者说身边人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稳定且可靠的，他们会非常的信赖你，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真实而不做作的人，他们会乐意与你分享很多秘密，你可以很轻易的成为很多人的密友。其实我觉得领导力它并不是一种特别强势的力量，对，也许你们有能力表现出这种强势，但是我认为你们更多展现的还是自己温柔的一面，对。那么第3张牌它是 Love and Light， 我觉得这种光与爱是你自身与生俱来所具备的一种能力。那么这种光与爱，其实我觉得它具体到生活当中的细节，就是你愿意以善意，或者说以一个善意的角度去解读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行为，即使最后这个世界的真相
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但是呢，你依然会热爱它。对。那第4张牌它是 support， 对，支持。那么这种支持的话，我觉得有2个层面吧。第一个是你内心当中是有着某种很强烈的信仰在一直支持你走到现在，可能是家人对你的爱，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理想，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同时呢，你自己也会成为别人前进的力量，别人不仅仅会让你变得更优秀，更有动力，而你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可能也是别人所仰望的目标。他们会以你为标杆去前进，你也给了这些人很多的力量与支持。那么我看到这张水元素 Water Element， 对，你们自身是有着非常强的感知能力的，你们能够感知到细微的情绪变化。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因为这种能力而苦恼，因为你总是把别人的需求和情绪放在第一位。那么第2张牌呢，它是土星回归 Age。我觉得你们的心理年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你们心里有着和你们生理年龄不符合的这种成熟，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很有可能已经是一个老灵魂了。对，你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会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我看到这张双子座，我看到了一种非常灵活多变的能量状态，可能说是你们的思维特别的活跃，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所以说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们也就会变得特别的多愁善感，但是呢，同时你们也会变得特别的有创造力。那么这就是这种双子座它带来的一些特质，或者说天赋。那我看到选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你们的这种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是既灵动又保守有一点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呢，又是真实的存在在你们的身上的。同时我也看到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你们的特质呢，不仅仅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你们还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力。对，而当你们这种摩羯座的行动力，脚踏实地的行动力和你们的这种思维，灵动的思维结合起来的时候呢，你们就具备了这种特质，也就是 leadership。 所以说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能力，但是呢，这种能力其实是根植在你的内心当中的，你会慢慢的接受这组牌它所显示出来的指引，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同时呢，金星维纳斯，你们还具有欣赏美或者说创造美的这样一种天赋，你们有着非常高的审美品味和对美的追求。所以说这组牌它所给你们的指引，或者说你们暗示你们自身的内在天赋有一些，或者说有一部分特质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根植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的，你需要通过这些指引把它们刻意的引导出来。而这组视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让你们相信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值得。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我看到你们的魅力在于你们经常会肯定别人，因为这里有一个 yes， 光之工作者神谕卡，你们自身所携带的能量会经常鼓舞到别人，而且你们不仅仅会肯定别人，你们也会时常肯定自己，所以这张牌也是关于你们自己的魅力，你们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你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自己内心当中所携带的力量。那第2张牌呢，它是 Warrior Woman 我反复强调过这张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张牌。你们是一个勇士，勇往直前的勇士，你们会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和苦难，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从来都没有被生活打倒。钱没了可以再挣，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找，唯独不能没有的是重新开始的勇气，而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这种勇气。第3张牌它是 Dance with Life， 与生命共舞与生活共舞。其实这张牌它是一种对于生活乐观的态度，因为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生活本身，而在于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
而苦难的来源也并不取决于苦难本身，而在于我们赋予苦难的意义。如果你觉得苦难它只会让你的人生越来越糟糕，那么接下来你做的一件事情，你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只会证明你自己的判断而已。但是呢，我看到选择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你们是把生活当作你们的舞伴，你们是带着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你们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不热爱生活本身了，你依然会热爱它。那么我看到这两张独角兽神谕卡呢，第一张它是 compassion， 对，共情能力，而这种共情能力呢，能让你体会到别人的难处，别人所经历的苦难，而这种能力呢，会天然的拉近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这种能力的话，也会让你变得非常包容与理解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对，那么第二张牌它是 anger，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anger 愤怒这张牌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愤怒也是你的魅力呢？因为我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甚至敢于为其他人发声。我们不仅仅会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会为其他人争取，为我们身边的朋友争取属于他们的权利。我们拥有愤怒的能力，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麻木的生活，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人。而Nicole我呢，始终认为会表达自己愤怒的人呢，是一个依然对未来有期待有追求的人，才会具备这样的情绪。那么这种愤怒呢，可能是对别人的愤怒，对这个世界上不公的愤怒，也可能是对自己的愤怒。但是呢，我认为这种愤怒不仅仅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我觉得愤怒它可能是一种更为激烈的，或者说更为激进的批评方式。总体上来说，它还是在推动这个社会去进步，还是在推动自己去进步的。如果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很麻木，连愤怒这种最基本的感情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就停止进步了。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三张爱的絮语神谕卡。第一张它是 Receive with love and appreciation， 对。那这张牌它是在说，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能够带着爱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本身，你会带着一个积极的视角去切入，而因为你对生活的态度呢，生活本身也会回馈给你很多的爱还有惊喜。那么第二张牌它是 forgiveness， 原谅或者说放下，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忘记某一段回忆或者岁月，因为我相信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会有一段令人或者说受到创伤的一个时光，或者说一段很抑郁的这种岁月，但是并不是叫大家去忘记啊。可能说这段时光并不是那么愉快，可能说有的人伤害过你，但是我觉得与其忘记这段岁月，不如去放下它，对。拿得起放得下，因为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段经历，其实都能帮助我们成长。删除我们过去当中的任何一段回忆或者经历，我们都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们。你们其实对待生活是非常有自己的智慧和态度的，对。那最后一张牌呢，它也是你们自身所具备的一种魅力吧，就是用心去倾听。因为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重要的东西用心才能去感受到。所以说你们这种乐于倾听的品质 ，listen with your heart， 对，乐于倾听的品质也会为你们收获到很多的挚友，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希望我的解读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吧。可能说有的指引，你们觉得自己身上还没有具备，那我相信是你们还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那么这个指引其实就是让你一步一步的发掘自身，有一些你没有发现的美好。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